手在走。什么后手啊，蒙国东的后手，漂亮！结束了。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 KO 专家，不管是外国的精兵强将还是世界冠军，通通都撑不过一回合。此人是中国广西狼兵后裔蒙国东，并且还是擂台上最恐怖的拳坛杀手。自从踏上职业拳坛的那一刻起，蒙国东就一直保持着惊人的100%KO 率，再加上他体内流淌的是广西狼兵的血液，到了擂台上的蒙国东立刻就会血脉觉醒，勇往直前，打得数十位国际猛将嗷嗷惨叫，痛不欲生。然而此次蒙国东的挑战者来头可不小，他就是被各大媒体誉为铁头哥的维克托，拥有超过35次 KO 的豪华战绩。此次来华挑战，就是想凭借蒙国东在中国拳坛的影响力，获得与邱建良的挑战权。别看这家伙个头不大，口气还真不小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蒙国东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想和邱建良打比赛的人多了去了，维克托也排不上号。真要想挑战邱建良，首先要过了狼兵后裔蒙国东这一关才行。蒙国东的 KO 率高达100%，然而巴西冠军则是拥有超过35次的 KO。俩人一上来没有过多的废话，直接就展开了激烈的拳脚试探。的伤势恢复之后呢，有如猛虎出柙，在武林风复出拿下2场 TKO 胜。然后上一个月呢，他打了一个日本人，也是一样啊，直接把日本人给 KO 掉了。对方丢白毛巾都急啊，在白毛巾还没落地的时候，他就把对方 KO 了。这双方后比赛才刚过去40多秒，维克托就被蒙国东击倒了一次。很明显，广西狼兵后裔略胜一筹。不过铁头哥的脑袋很硬，并不会因为这一次读秒而丢盔弃甲。重新站起来的维克托进攻欲望很强烈，看来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扳平比赛优势。然而蒙国东又不是什么小菜鸟，岂能任由巴西冠军维克托瞎胡闹？孙文强打过，手被孙文强给踢伤了。这个时候维克托一定要这个时候蒙国东一定要冷静下来。对，不要大意，不要把这个防守漏下来啊，因为这个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，是，而且在泰国他是打缠麻的，所以缠麻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。对，还有对头部的防守，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但是蒙国东给他喘息的机会啊，压得很紧。接着蒙国东猛虎出柙。蒙国东多次的重拳命中了维克托的脑袋，可惜维克托的脑袋是钢铁做的，并不会因为这点重击就倒了下去。面对蒙国东所实施的重拳出击，维克托不仅可以用肉体凡胎硬扛，并且还能发起防守反击来反击蒙国东。眼看爆头的战术行不通，蒙国东则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维克托的腹部，但击打脑袋的动作还是不能减少的。就算维克托的脑袋是钢铁做的，那也顶不住蒙国东的连番轰炸。维克多的眼神虽然很愤怒，但是呢，他无可奈何。是。你看这个眼神非常蒙国东的这个拳是上下结合啊。是，刚刚也还了蒙国东一拳。那维克多说了，他巴西跟泰国最大的不同是，他在泰国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，好好的训练，在巴西没有办法。是，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。蒙国东的重拳已经重创了维克托，但维克托的抗压能力很强，并不会因为这些进攻而倒下，不然怎么会被各大媒体称之为是铁头哥呢？就是因为维克托的脑袋实在是太坚硬了，蒙国东的拳头打在维克托的脑袋上面，都能听到当当当打铁的声音。这个攻击力太强了。而且这个蒙国东打得很冷静，是他一点不急，不慌不忙的找机会。他这场如果打赢之后，会不会换一个比较短一点、比较响亮一点的台词？而且运动员要注意啊，他们通常是带着护士在讲那话的，所以要特别的清晰，特别短简洁。看看经过这个1分钟的休息，第二回合开始了。蒙国东貌似有个踢裆，但维克托并没有示意裁判需要休息，而是直接投入到了比赛当中。看来维克托不仅仅是脑袋坚硬，裆部的硬度也是不能小看。反应过来的维克托开始发起主动进攻，然而蒙国东的实力怎么可能就只局限于此？不管维克托实施主动进攻还是在搞什么阴谋，蒙国东照样奉陪到底。一边出腿啊，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他退着出了一拳，又退着又出一腿，上下结合的很好。是，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。对，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。是，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。是，控制距离也控制得特别好。是，然后对手的协调性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。是，稍微要僵硬一些。对。维克托算是巴西选手当中的精锐，
但蒙国东打的就是精锐，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拳坛霸主，在蒙国东面前就要低调一些，否则蒙国东的重拳可是会翻脸不认人的。纵横拳坛这么多年，维克托也算是遇到了一位实力相等的中国选手。看似维克托是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其实蒙国东的拳脚进攻时时刻刻都威胁着维克托。力量好像这段时间力量好像放下来了，没那么重了。对，但对手这个时候就会加强进攻了。是，不能给他这种，就是说这种节奏，如果这种节奏的话，怕是被突然对手抓住机会，对手气势就上来了，况且不能缓，对，不能缓，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，是，就是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，体力。他可能第一局冲的比较猛，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，需要。维克托不愧是铁头哥，脑袋绝对足够坚硬。从比赛开始到第2回合即将结束，其中已经经历了6分钟的对拼。尽管维克托的鼻子被打出了血，脑袋也挨到了很多次重击，但维克托依然没有什么大事情，照样可以站在擂台上与蒙国东拼个你死我活。从抗击打能力作为出发点的话，完全不可以否认维克托的实力。蒙国东的感觉是非常好的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拳打得很准，对，很准，对，然后接下来用什么方法去打到对方？再重新去组织，去调整，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，是一个经验，加强进攻了，加强他的力量啊。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，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啊，有时候20几岁，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。对，啊，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，身体打不动，体能又不行了啊。想挑战邱建良的外国人很多，维克托也算是当中抗揍能力最强的那一个。很多人都顶不住邱建良的一腿或者是一拳，但维克托顶住了蒙国东很多次重击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蒙国东算是下一个邱建良。虽然没有邱建良成熟稳健，但从蒙国东的身上可以看到邱建良的影子。这应该说是一个专业性思维，然后他打的在这一个我最早打这个武林风的之前呢，就是在看翔哥啊，然后这些人的比赛，然后呢就是经常看比赛，经常从比赛中吸取一些自己能吸取的东西，再加上去自己悟哈，自己在训练当中结合训练，对，一定要那么扫腿是把对方扫倒了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忍辱负重的维克托不再进行忍让，直接就开启狂暴模式。然而蒙国东依然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完全掌控了大比分优势和比赛节奏。只要维克托敢发起一波猛攻，那么蒙国东就敢直接将其秒杀 KO。意识到危险的维克托慢慢放低了身段，并不敢在蒙国东面前调皮，表示毅力也非常强，是加上意志力很好，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。其实在心理素质上啊，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，比较不会怕。对，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，加上意志的能力，心理承受能力强，是撑了下来，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。所以说，你看他反击起来，也是而且在他这个年龄呢，在他这个年龄能打。维克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拳坛老将，并且还拥有很高的 KO 率，常年在国际拳坛与各国的搏击名将打比赛。这一次来华挑战，就是把蒙国东当成了垫脚石，不然维克托很难获取与邱建良打比赛的资格。从全场的表现来看，蒙国东确实不是一般人，打起架来一点都不怂。本来可以在第1回合将维克托秒杀 KO， 但蒙国东选择了稳扎稳打，并没有急于求成对维克托发起大举进攻。这个蒙国东注意。其实，在比赛场上确实是这样，你在听到对方累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在感觉对方很累的情况下，他就是走一步自己会滑倒的情况下，你就会瞬间你就有力量了。对。又一个顶膝，抓的这次机会。杨卓啊，在蒙国东的重拳打在维克托脑袋上，就跟挠痒痒一样，护齿都被打掉了。维克托的脑袋依然没有什么事情，裁判的暂停比赛也算是给了维克托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不然蒙国东绝对会继续进行补拳，留给铁头哥的时间不多了。照这样打下去，维克托的脑袋就算是钢铁做的，那也会被蒙国东的重拳打凹进去一块。这个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，他都会面朝中立脚，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，是的，看着观众帮他加油，然后给他鼓气。有可能要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。冷静。是。
最后10秒，好现在2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，用这种小的点拳，是在控制对方的距离。打点。哦，比赛结束了，蒙国东虽然没有把维克托 KO 掉，但蒙国东赢下比赛的几率很大，毕竟手中还握着一次维克托的独苗。在后续的比赛当中，蒙国东还掌控着大比分优势和比赛节奏，整场比赛基本上算是蒙国东一个人在表演，进可攻退可守，与维克托打得有来有回，不相上下。只能说维克托的脑袋实在是太坚硬了，不然维克托根本坚持不了比赛结束。哦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打轻拳，打重拳。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些话，并不是说那时候我打拳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懂，啊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就可能教练教什么就只能练，但是没嘛，对，最终蒙国东获得了胜利，成功击败了巴西 KO 之王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蒙国东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